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哟，这是哪位娘娘啊？看着气质不凡，是来与我们姐妹同乐吗？放肆！皇后娘娘面前，怎可言语如此轻薄？皇后怎么也有雅兴到这儿来了？臣妾听闻晋中引得皇上在此留恋享乐。夜深了，臣妾是来请皇上回请定安置。皇后别误会，朕呢只是唤他们唱一些民间礼曲，了解一下地方的风俗，无为什么流连享乐。皇后别多心啊。是吗？容佩，把姑娘们都带下去吧。是。还有，晋中当差有失，就交给你和三宝处置。是。皇上。皇后叫你下去便下去。姑娘们，走吧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会怎么了？这是姑姑。赶紧把他们送到岸上去。是。快点，跟上。姑娘们，请吧。水玲珑姑娘，奴才送各位姑娘回会馆中去。不必了。这几日他们伺候皇上有福，就送到附近的尼安，从此便青灯古佛为皇上祈福。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想去。闭嘴！你们进不了宫，也不能再伺候别人，便只能出家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送你们来的人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后招。我们虽然卖艺，却不是承恩卖笑的青楼烟花。姑姑何必咄咄逼人？姑娘的话自己可信，且你们损及圣体，累及圣誉，留你们一命，已经是皇后娘娘慈为宽宏。你干什么？天加龙纹！你放手！姑娘就不要用在自己身上了。放手！脱下来！我想你也是聪明人吧？还有，进了尼安，这手背上的水仙花帛也不相宜。姑娘就自己取去吧，把他们都带走。晋中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得有人送他们去尼安呢。站住！奉皇后娘娘口谕，晋中迷惑君上，欲行不轨，即刻处死。你们敢！拿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救奴才！令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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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令主救奴才！皇后要处死奴才！谁敢动晋中？皇后娘娘懿旨，还要不得晋中性命。晋中的生死还由不得皇后做主。聒噪什么？令贵妃既然要留人，就暂缓处置吧。这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，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。这是。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。啊，令主，公主，正事要紧。梦禅在，带晋中下去。是。
这几年，你一直过得不高兴，一直违逆朕。如今看着朕的眼神，也都是寒气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对朕如此冷淡，是从心里面有了凌云彻开始，还是他死了之后啊？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的，就是你。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4阿哥弘历了。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，臣妾也曾经觉得，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，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艰险。可如今算是看明白了，再深的情谊，也被皇上的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。那你又是从前的秦英吗？朕的秦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。朕的秦英与朕相知相惜，理解朕，体谅朕。你看你现在，一点秦英的影子都没有。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。是，秦英早就不在了。如今做着皇上的皇后，实在是太累太倦了。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？啊？你是朕亲封的皇后，朕让你母仪天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，你却那么固执己见。你说朕，说你不如孝贤皇后，是，你是不如她。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，绝不会像你如此。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？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，臣妾倒想说一说。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身为中宫，也算无可挑剔，对皇上百依百顺，从不忤逆。皇上不也对她不满，以至于她不能安心。然而孝贤皇后死后，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，情深几许。可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？还是皇上想让旁人觉得，皇上是一个情深义重的人？你不止孝贤皇后，在这个宫里边，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？就算是荣嫔，皇上曾经如此疯魔，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？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，临水自照，您只爱惜你自己。放肆！朕一直孤独地站在高处，朕治理国事日理万机，过的是孝义干事。整个后宫里，朕不爱惜自己，又有谁会爱惜朕呢？人人只会算计，还要图谋朕，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？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争斗、算计背叛，确实让人厌烦。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吗？皇上在这其中又全无算计吗？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的，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坐胎药，避免淑妃有孕，以至于10阿哥体弱，不治早夭。淑妃也跟着绝望自焚。纯惠皇贵妃，纯惠皇贵妃是真心守着皇上的孩子，可皇上却只因为一枚珠花，从未停止对纯惠皇贵妃的疑心。之后也是因为皇上对荣嫔的疯魔，断了永璋和纯惠皇贵妃2条性命。还有臣妾，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。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，认为臣妾和凌云彻有私情，对凌云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？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。清白2个字，臣妾都说倦了。你还敢提他？哼！永基是你的儿子，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，你还要朕怎么样？
朕们要他的性命，留住你的后位，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。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？皇上是给自己脸面吧？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，其实刚愎自用、薄情寡信、自私虚伪，是你疑心深重的更甚一步。放肆！你藐视君上，失去了一个做臣父的本分。与其看你如此疯魔，不如朕废了你！不用皇上废了臣妾，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，不想再忍了。做什么？如意。皇上与臣妾曾经结发为夫妻，如今臣妾断发为妻，给去了的青樱和红莲。如意，你疯了！公主，贵妃娘娘，怎么回事？怕是要出大事了。皇阿玛，皇额娘怎么了？皇后心急疯魔，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断发！皇上，我满人唯有大丧时才可断发。皇上您还健在，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？金宝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不堪中宫重责，明天一早，命佛隆安送回宫中医治。每朕的旨意，不许出1宽宫半步。令贵妃今为皇贵妃，设6宫事。这，谢皇上恩典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静静。儿臣告退。臣妾告退。
奴才福龙庵见过尹妃娘娘、荣嫔娘娘。荣本宫和荣嫔跟皇后娘娘说2句话。这……你是何家公主的额驸，纯惠皇贵妃的女婿，你可别忘了，是谁冒着雨去救了纯惠皇贵妃？皇后娘娘，怎么会这样？终究还是到了这一步。你们要顾好自己，不要受本宫牵连。皇后娘娘回宫，我已经派人告诉宫里的五阿哥和于妃娘娘，也好多个照应。多谢。两位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皇后早上还在礁石鸣琴用膳，晚上就风靡了。你打量着满宫里都是傻子呢。皇后一直没有失德之处，你突然送她回宫，旁人会如何揣测？朕已经给她体面了，说她回宫治病了。儿子奉皇娘寻幸江浙，承欢洽庆。却不想，皇后举止风靡，当着朕的面亲手断发，朕只好将她送回宫中。若皇后的行为再有乖违，朕就废除她皇后之位。皇后这么做，必定事出有因。你夜夜游湖之事，哀家不提，你就真当哀家不知道了吗？人已经送走了，听说都出家当了姑子，非得把一个个妙龄女子逼到这般地步，实在太过。皇后心慈，才留了他们性命，叫哀家说杀了他们，挂在城墙上示众也不为过，才好堵了百姓们的嘴。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倒是天天叫，这么个叫法，哀家真是许久没有听到了。在儿子的心里，您永远是儿子的额娘。有皇帝这句话，哀家就敢说话了。皇帝，你是真的想废后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于国祚更是不祥。想世祖皇帝一生，最为人诟病的，并非独宠董鄂妃，而是废了第1位博尔济吉特皇后。大清开国100年，废后就唯那一次。皇帝千万不能步世祖皇帝的后尘呐！失德的是皇后，不是朕。皇后背德不逊，与朕不同心，而且还犯了国之大忌，亲手断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满人断发，一为国丧，二为夫丧。皇后出身大家，这件事情的确是做得太没有分寸了。但她为何如此？你想过吗？皇帝啊，
你是逼皇后太甚了。皇后如此狂悖，叫朕如何能忍？夫妻本为一体，若是废后，则天下臣民不安。如今又才出了游湖的艳闻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废后，让天下人如何揣测？这游湖之事，朕是受了晋中的怂恿，是儿子轻率，儿子认错，朕已经叫皇贵妃去处置晋中了。既然处置了晋中，那就是皇后无罪。民间休妻，尚要有妻出之条，皇帝如何昭告天下废后的因由？废后乃是失德之举，天下臣民言之凿凿，为君上者如何能不忌讳？皇娘从前就不喜欢如意，朕要封如意为后，皇娘就不赞成。可如今朕要废后，皇娘怎就不允许了呢？哀家以前的确是不喜欢如意，但那是因为她姑母景仁宫的缘故。当年哀家不赞同立如意为后，为的是皇帝。如今哀家不赞同废后，为的也是皇帝。皇帝当年那么坚持要立如意为后，如今又怎不喜了呢？皇帝就不怕旁人议论，说你对皇后是色衰爱弛的缘故？变的是如意，不是朕。即便如此，相伴10载的情分，皇帝也不顾念了